德国有很多历史悠久的音频设备公司，但多数公司呢都是做话筒和耳机的，所以到90年代末呢，没几家在做音箱。当时的德国录音棚都在用芬兰的监听音箱、日本的监听音箱、英国的监听音箱和丹麦的监听音箱。那德国的伊利公司呢，有个研发系统单元的年轻人，虽然做着 HiFi 音响，但是有一颗专业的心，所以最后呢，他就辞职了。这个就叫专业。在离开伊利之后呢，他认识了电子工程师 Roland Stantz， 两人一拍即合，便携手另立了门户。俺早有此意。就这样，1999年 Adam Audio 成立了。第一个打出名气的产品呢，就是无比经典的 S3A， 也是录音棚的首个气动监听。然后就是 S2.5A 还有 S4A。 那当时 Adam 计划呢是分3条路走，一个是高端的 S 系列，一个是 S 系列价格腰斩的 P 系列，然后再把 P 系列价格再腰斩，推出入门级的 ANF 无源系列。但是 P 系列情况后来不是很理想啊。那专业音频的趋势呢又是有源音箱，所以最后综合各方面的考虑， A 系列就这样诞生了。刚开始呢 A 系列只有 A7 和 A5 2个型号，2010年呢升级到了第2代的 AX 系列，覆盖了从桌面级的 A3X 到中场级的 A77X 5个型号。那现在可能好多音乐人都听说过这个系列哈，它经典到呢可以12年不升级。2022年的时候呢，第3代的 A 系列才终于发布。现在呢 A 系列已经上市2年了，我们已经上了2篇的详细的图文评测啊，所有的型号也有一个实测的曲线。那网上还有很多其他的中英文的一些视频或者图文评测，但是呢，今天的视频我们会有一些更深入的内容。新一代的 A7H 呢，它有一个比较大幅的升级，它还加入了一个中音单元，从 MTM 设计就变成了 WTMW 4单元设计，但是它居然还不是 A 系列的旗舰，全新的旗舰就是从 A8X 升级过来的 A8H。 那相比 A8X 呢， A8H 是加入了一个3英寸的一个中音单元，也用的是 MLM 的振膜。它的官方报价呢是1499美金，比 A7H 单支要贵200美金。那都贵在哪儿呢？第一点就是声音呢，就是根据我们的实测呢， A8H 的下潜确实会比 A7H 深一丢丢。那另外呢 ，A8H 的频响曲线会更平滑。A 系列的其他型号呢，都有一个无法避免的叫做导管共振，那它就会造成1000赫兹附近的一个线波。A7H 的线波已经很不明显了，但是 A8H 是完全没有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环境的适用性。其实 A7H 和 A8H 的定位都是中场 Micfield 级别的一个音箱，但是 A7H 呢，它的体积明显是更大。现在的工作室啊，基本上都在用带鱼屏，屏幕本身就很宽了，横着放 A7H 那真的需要很大的一个空间呢。虽然官方说这高音头你可以手动旋转一下，把它竖着放，我们是不太推荐的，因为它两边都是直角，它没有这个抗衍射的这个面板，所以 A7H 呢，它是一个纯中场的一个监听，它会更适合大型的商业录音棚。但是 A8H 呢，官方说它也可以当进场使用，因为它比 A77H 少了这边嘛，所以你如果显示器很宽的时候，它也可以挨着你的显示器放。官方建议是高音头朝内放置，这就是为什么它会比 A7H 贵200美金。通常我们认为音箱越贵，它的功率应该越大。我们对比一下，同样是气动监听啊 ，IF 的这个入门级的 SC200系列，就是我身后的 SC205，它的高音功放是50瓦，Head 更高端一点 ，Head 的高音功放也达到了100瓦。那 Adam 的高端的 S 系列呢是50瓦的高音功放 ，Adam 的入门级 T 系列呢高音是20瓦。那 A 系列应该是多少呢？是不是应该在 T 系列跟 S 系列之间呢？不是，它是15瓦，5个型号统一15瓦。那这个问题呢，我们专门问了官方，得到的答复是，这是各方面综合考量的一个结果。那首先，为什么用 AB 类呢？这是行业里用了30-40年的一个很成熟稳定的一个技术，但 AB 类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的发热会比较大，发热
就会导致很多问题，比如说元件老化呀、底噪的增加呀。所以更小的功率、更低的发热，可以让音箱更健康、长寿一点。有点道理啊。另外呢，大家知道音箱的高音头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底噪的，这个底噪来自于功放。你把耳朵贴上去，你可能就听到了。iPad、iPhone 都有，甚至只不过非常小、非常小。我们测过，通常来说，我们认为这个功率小的话，底噪会比较好控制一点。那根据我们实测呢 ，Adam 高音头的底噪呢，确实是比同级音箱是小一点的，这个就很适合进场级别的一个近距离的使用。我们不是说这个功率越小它越好，只是说功率小有功率小的好处。そうですね。那其实最大遗憾还是缺少 DSP 的低音炮。那 Adam 现在低音炮还没有升级，没有办法实现远程控制，还有校准。就是大家知道，其实房间校准最重要的问题，其实还是低音的一个校准呢。所以它就很难搭配这么先进的 A 系列啊，尤其是你组建什么环绕声啊，还有全景声的系统的时候，那我估计是在今年或者明年，它是很有希望推出的，大家再等一等。那还有上一代的 AX 系列呢，前面版它不是有一个音量调节，有一个电源开关吗？特别方便。这一代是没有的。但是呢，高端的监听音箱其实是没有音量调节的啊，你可以用声卡来调，可以用监听控制器来调都可以。那至于这个电源的开关呢，其实我们看官方最新公布的图像里边 ，A 系列是有待机功能的。只不过目前还没有加入。那有了自动待机之后呢，是不是比这个物理的开关更方便？你都不用开关机了。目前的 A Control 软件已经是 1.0 的版本，不过依然和官方公布的图线是有出入的，尤其是最右边的一个整体控制，那就包括整体的音量、整体的 Dim 还有整体的 Mute。有了的话呢，你就不用一支一支音箱去调整音量了。这对全景声的系统呢也特别重要，相当于一个多通道的一个监听控制器，那希望官方也是早日推出吧。好了，我们对 A 系列将近1年的评测就到此为止。那包括2篇图文，还有一个视频，大家都可以在我们账号里边找到。那如果大家有更多的问题呢，也可以给我们留言。